好，我是单车小弟。今天来到这里啊，主要是要告诉大家，锵锵，我有这只鸡了，没有错。我竟然有我们的 iPhone 15 Pro Max 了。那今天啊，绝对不是来告诉你它是太色，好不好？主要是要跟大家说，我们的 iPhone 15 Pro Max 竟然可以拍出电影级的画面呢。那可以拍出电影级的画面，一定要派出我们的 Sony 旗舰微单，锵锵就是我们的 ZV-1去做一个对比啊。什么？这个将近5万块的 iPhone 15 Pro Max， 它竟然可以拍出电影级啊？那这个我们10万块的 Sony 的 ZV-1 是不是要丢掉？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拍一段微电影，让观众猜猜看，到底哪一个画面才是我们 iPhone 15 Pro Max 的画面，好吗？那等等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喽 ，Go！看完了我们的微单电影之后，有没有猜出来到底哪一个画面是我们的 Sony ZV-1， 哪一个是我们的 iPhone 15呢？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 iPhone 15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哈，ZV-1 瞪雕，那我们现在来有请我们摄影师问问看，他就是要多少钱卖出我们的这个 Sony 微单 ZV-1？ 来，多少钱要卖出？不能卖。ZV-1 来讲一下费用好了。好，我这个就是为了拍摄影片给大家看，所以我买的是 1TB， 不到6万块，6万块有找，找200。我的也是6万左右啊，64800，64900，这么便宜？那可能它只有包含什么？只有机身啊？只有机身的意思是没有只有前面。机身没有，下面砍掉。那像这一套组合大概是多少？这个组合大概9万多吧。太贵了，蛋雕。没有啦，就是比较贵，而且除了价格之外，还有重量。我这个220克，我们直接磅秤实称给你看。你呢？这个也不过就是4、5倍的重量，大概900克1公斤左右吧。对，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你看像200克和900克的这个重量就会有差别哦。那我们是不是再回放一次我们刚刚的微电影，实际为观众做解答，告诉观众说，我们的画面到底哪一个是这个，哪一个是这个？好，那我们就播给大家看 ，Go！第二次看完我们的微电影，有没有发现我们的 iPhone 15真的很厉害？那你们比较喜欢我们 ZV-1 的画面呢，还是我们 iPhone 15的画面呢？其实我个人是都有，因为有一些画面真的还是 ZV-1 拍的比较好。那你们呢？那你们真的以为我们的 iPhone 就可以按录影就可以拍出我们微电影的感觉吗？其实并不是哦。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摄影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么样才会拍出我们的微电影的感觉呢？运动相机或者是手机直接拍起来，那个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锐化很严重，锐化很严重，再是过度饱和。好，我们来看一下数位感，然后再对比一下。其实 iPhone 15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拍 log，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好，那你们比较喜欢就是一般模式的画面，还是log模式的画面呢？我自己本人，我100%比较喜欢log模式的画面。我觉得一般模式的画面，我怎么会这么的锐化？我们有看那个皮肤吗？哦，好可怕。好，那我们现在来有请摄影师来。那我觉得以后啊，我就再也不要用就是一般模式拍摄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用 log 模式。为什么？怎么会？可是log模式我很美欸。好，log 我们先讲它的优点是，它其实它的动态范围比较大，动态范围比较大，所以亮部跟暗部的细节比较多。哦，这是它的优点。而且它没有那个相机的内部的那个，不要盯着我看，不会有相机内部过度锐化，还有过度饱和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可以自己调整，所以画面可以调出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或者是比较能够调整各种颜色的画面的。所以就是赞哦。哦，可是呢，我讲真的，它其实不方便的地方是说，它4K 60帧只能外录。那什么叫外录？你手机拿给我，就这样插着屁股，然后这样子。这怎么录啊？那我没办法自拍呢。我自拍我就会变成是这样呢，这样有点夸张哎。就是那就拍4K 30帧就好了，4K 30帧就不会这样了嘛。4K 30帧可以内录，所以买1TB 就可以4K 30帧了。对，那可是其实我本人很少拍4K 30帧，我大部分都拍4K 60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电影集美就是美在那个放慢，对，那30帧基本上没有办法放慢，会有那个顿点的。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式啊？哦，其他另外解决方式是这个，怎么还是一条线？但是它比较短的，比较轻的。哦，对了，说其实它真的短很多哈，这很北蓝呢。那你看我如果今天在那个自拍的话，我就有一根好像是尿带。但也不是说真的太方便了。对，那我们再来介绍第二个方案。还有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用那个 Blackmagic Camera APP， 放在这里，资讯放在这里，它就可以录比较小档案的log 画面，4K 60帧 log 的画面哦，档案可以各种格式，可以让大家选 ProRes 422，那个档案大概是20倍大，然后也可以直接录 HEVC 的 log 格式，哦，那档案会小很多，跟我们一般拍摄差不多，画质很好的20倍的档案大小，画质也 OK 的。有压缩的 HEVC 的大小，然后直接录在相机里面，所以买1TB 就对了。这样人家会觉得很像 Blackmagic APP 有塞钱给你。没有我也希望他塞钱给我。log 的就是画面啊，终究还是比你原生相机录影的那个画面还要好很多嘛。那就是以上分享提供给你们喽。有看到，就是 iPhone 15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模式，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模式，是不是？刚刚就是我有点 gay 白，对，那这个模式呢，其实它叫做电影级哦。那电影级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小弟的背景哦，可以看到它有一点模糊，有没有？然后树叶还在飘逸，就是这样子的模式，其实就有一点那个单眼的感觉，有没有？就是背景模糊，然后人是清楚的，真的煞有一回事哎。对啊，那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嘞 ，ZV-1 蛋雕，丢掉，好，蛋雕。好，那现在目前是使用超广角了，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后面的风景也看得到，那我的人也可以看到。那在这个状态下，你们可以比较一下，还有我们 iPhone 15它的防守阵的状况是怎么样哦？那我目前的感觉是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用超广角嘛，那我的镜头我是看着镜头的，可是我是看不到我自己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看到什么鸟，你知道吗？所以我会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那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自拍镜头它的那个防守阵的状况怎么样。自拍镜头好是好在，就是我终于看得到你们在看什么鸟了，没有啦。
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我的人变得很大，有没有？几乎占了画面的一半，景就会稍微小很多。那这也是那个自拍镜的一个缺点。好，那现在就是我们 ZV-1的防守阵的状况，那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怎么样啊？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它有那个反转的荧幕嘛，所以我可以看到你们在看什么环境，所以对我而言其实是蛮有安全感的。那当然也有缺点就是真的是重到靠背。虽然我们是使用就是11-20mm 的那个镜头，已经算是蛮轻的嘛，那加起来就是也要接近900克哦。那刚刚我们的手机是220克，所以一定会有差这样子。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那个。在动态 vlog 的状况下的那个防守阵的情况怎么样？好，提供给你们参考喽。那针对它的防守阵呢，我觉得怎么办？有点不相上下。不愧我们买了旗舰级的微单动态积极防守阵，我刚才看跟 iPhone 防守阵，其实我觉得不相上下。硬要看，确实有一点点的晃动，真的那么一点点，而且很自然的晃动，还好。所以。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不能随便丢掉哦。好啦，而且是不是等一下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单眼还有很厉害的地方。对，那等一下我们换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先这样换地方 ，Go。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单眼还是有它的强项，好不好？就是所谓的前景深。那现在看到就是小弟的画面啊，可以发现，我的背景2机都是模糊的。那这就是所谓的前景深。那可以看一下我们 Sony 的那个 Vlog 旗舰机 ZV-1，它那个前景深有没有发现？真的就是模糊的恰到好处。那再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iPhone 15，它的那个前景深会不会有一点像是我是复制贴上的感觉？我不确定，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结论就是我们就是单眼用那个钱堆出来的那个前景深是还蛮棒的嘛，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只是在2.8光圈2.8的状态下拍出的前景深哦。我们的 iPhone 可以换镜头吗？没有办法。我们微单还有武器的，我们可以换，就是说光圈1.4的镜头。好，我们现在来换一下来比比看。好，那现在我的画面呢，就是我们的 ZV-1已经换了我们光圈1.4的那个镜头哦。那也可以再对比一下，就是我们 iPhone 15的镜头啊，目前的那个状态下，你应该可以发现说，就是我们的 iPhone 15怎么不用换镜头也这么模糊？没有错，我们的 iPhone 15它为了就是让就是画面有那个就是前景深，即便光圈没有那么的大，它还是可以让它比大光圈更加模糊。那这样子其实会有什么坏处呢？我觉得就是会假假的。如果以前景深来讲，真的还是我们的单眼胜利，好吗？而且单眼还可以换更多其他不一样的那个光圈大小，我觉得它的那个可塑性会更大啦。好，所以结论就是不能够单挑。好，那以上大概是针对我们前景深的分享喽。哎呦，好，我们现在在哪里？在星巴克。来针对我们这个 iPhone 15的暗光表现做一个分享。对，那按照就是我们在深夜的拍摄，其实 iPhone 15蛮厉害的。就是2个部分，一个是在大直桥上嘛，对，那边光线很亮，老实说差异也没有很明显，因为那个路灯真的很亮。我想要北塞，我们就跑到大直桥下，还没有就是下去之前，我想说等一下死定了，我们的 iPhone 15一定会很差，因为大家都知道单眼它的那个暗光表现其实是它的优势嘛。对，结果哇塞，我真的觉得 iPhone 15真的很厉害。那个 iPhone 15超广角就被这个打爆。对，就是 iPhone 15超广角，就是它的暗光表现在那个时候就会变得有点雾雾的，对，好像就是有一层东西。就是它不太行了。
对，不过那你会觉得给过吗？就是 iPhone 15。这样我觉得已经超乎我的期望太多了。真的超乎我们的期望太多，因为我们的上一支其实是 iPhone 13，对，那 iPhone 12的晚上真的不行，对，那我觉得给过，对，很厉害，好，大家赶快去买 iPhone 15哦。哎，对，这么悠闲的，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针对就是 iPhone 15的一个总结。iPhone 15 Pro 能拍电影感，不是盖的。它的主镜头低光下表现超好，跟单眼快可比拟了。第二个是它那个拍 log 的画面，可以绕过那种讨厌的那个数位感。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套 log 我是喜欢，电影模式还好，电影模式我觉得有点太锐，我就觉得天啊，我的斑有这么多是不是啊？可是 log 模式是真的厉害啦，对啊，就是当然现在目前就是我觉得要拍 log 还是偏比较麻烦，因为还要外接一些东西嘛，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讲了，用那个 Blackmagic APP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再帮你们复习一下。好，那优点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就是又轻，而且换焦段不用换镜头。你们知道吗？如果就是平常我们要用这种就是单眼，我们前面我们要带几颗镜头啊？通常是2颗，对，这样就1点多公斤了，会死人。会死人，你就会玩得不尽兴。如果今天我们换这个 iPhone 15的话，它只有220克哎。对啊，对啊，你1点多公斤，那有3颗镜头。对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当然，刚刚虽然说一开始我真的很想要就是丢掉单眼啊，因为我觉得说，哎呦，搞不好我的 iPhone 手机真的很厉害啊，对不对？不过测量出来，我觉得那个单眼还是有它的优势。对我而言，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3镜，也就是所谓它的前景深。我觉得单眼的清真真的很迷人，会让人着迷的那一种。没人喜欢就是要花钱，对，那你就要背着动单眼，好烦哦！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喜欢，就可以把它淡掉了。好啦，那当然 iPhone 15不是没有缺点，我们在录的时候怎么样？没有那个翻转萤幕可以用。对，我在录 vlog 的时候，我其实是看着这3颗镜头的，而且有时候还忘记是哪一颗，就是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啊。有的时候，例如说我在介绍 vlog 的时候，不是要介绍吗？想要让你们不要看我那么多，想要看景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哦。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拍低角度。低这样拍的时候，你这样斜看不到。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你们都知道吗？手机如果你拿来拍照还好，可是你拿来录影非常的耗电。对，那你有想到它如果没有电的话，那怎么办吗？它没有电的话，就只能干嘛？充电，行动电源。这多麻烦！你不可能边拿行动电源边拍摄。可是我们的单眼相机它其实是可以换电池的。对，那可以换电池的话，它就可以解决就是这个问题啊。我还是讲一下它的5倍对焦啊，有点问题。它的5倍镜头对焦常常没有对到，或者们动。这一堪用。简单来讲，我们还是讲个最重要的一句吧。iPhone 15 Pro 怎么样？赞！但是单眼不能丢。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旅游的过程中啊，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想要尽兴的旅游，你想拍点什么东西，我觉得带 iPhone 15 Pro Max 也推荐给你们啦。那我一起这样子，而且这样要花10万块。对。啊，这样子 iPhone Pro Max 1TB 的，这样是多少？6万有找，59800，58900，58900。虽然我们拍的普普通通但是就是那个诚恳的分享给大家。好啦，那我们的影片大概到这边，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还是这样子，拍到快死了是吧？还不要那么智障。没有错。那现在人还是在吃饭。我们没有拿麦克风。哦，对，好，那擦掉它。